之力。密室中，李长寿被这般闷雷声所惊动，先时扫过，发现在山门之外的渡劫圣地某无名峰周遭正飘着10多道身影，有同期弟子在渡劫。李长寿眼前一亮，将自己的烦心事暂时放在心底，立刻离开了地下密室，对灵娥传声召唤。大不了西方教如果再有动作，自己就直接请大法师出场，帮自己搞一场大戏。只需要让西方教有所忌惮，不敢轻易动南海海神就够了。大家同台竞技，直接拔对手的网线，那就未免太过分了。不多时，李长寿驾云带着灵娥、熊灵力朝着护山大阵边缘赶去，隔着一层薄薄的透明光壁，注视着那一名弟子渡劫的情形。与此同时，有不少门内弟子都赶来了这个方位，欣赏一下天劫，增加一点自身渡劫的信心。今日渡劫的还是一个熟人，刘思哲，渡邪门都灵峰弟子，曾在小琼峰跟王岐师弟为爱顶过牛绝过力，也就是当初燕儿师姐与齐齐师弟的感情错乱之人。渡邪门排名前10、前20的仙苗，这几年都在准备天劫，谁先渡劫也不会按照门内的排名顺序，天劫可不会看谁的面子听谁的安排。大阵之外的无名峰上，风云变幻，狂风大作，灵气滚滚而来，化作天劫劫云。那劫云的威势在李长寿看来倒也不算是太强，多少有些稀松，这也侧面证明刘思哲是真的刻苦修行，本身天赋只能称得上是中上。李长寿观察了几眼自己师妹的表情，此刻灵娥直面这般天地之威，俏脸有些泛白，禁不住轻轻抿嘴。师妹，这天劫怎么样？隔着半丈远，李长寿传声道：以后啊，你也免不了要走这一遭。天劫之下，若自身之道不够扎实，就是灰飞烟灭。灵娥摇了摇嘴唇，楚楚可怜地看着李长寿，随之就是忧心忡忡地注视着那边的渡劫之人。不给这个小丫头一点压力，天天跟着99师叔胡闹，如何能成大器？师兄，这个没事。灵娥心底轻轻一叹，若非周围已经有了不少身影，她说不定会问一句，那既然这般，能否在渡劫之前满足一下本师妹一个小小的心愿？然后就肯定会被罚写什么抄经文啥的。成仙劫并不会太磨蹭，劫云备好，渡劫之人站在空中，那劫云之下雷般汇聚，一记雷霆当头劈下。乖乖，熊灵力小声道：这是真劈呀！李长寿对二人淡定传声：自然是真的劈，不然天劫的意义何在？正此时，护山大阵临时关闭，浩浩天威扑面而来，显然是门内长老们想让弟子们更直接地感受天劫。劫云之下再次出现雷斑，又是一道雷霆劈落，刘思哲身形站在空中，岿然不动。熊灵力问：渡劫都要劈几道啊，表兄？刘师弟的雷劫应该是7道。李长寿开口道，他看着劫云上方呈现出的少许异象，也喊不出这雷劫的称谓。可惜没有劫教先在场，解说之道终究是不太圆满。雷光一道又一道的落下，第5道雷霆时，刘思哲身周已经闪烁起了仙灵之光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刘思哲这一关应该是10拿9稳的过了。第6道天雷落下，刘思哲的身形被劈到了山头上，砸碎了一片山石，自身法力与天劫之力的冲撞，迸发出了强烈的激波。灵娥也不由有些紧张，她在想自己面对天劫时会是哪般情形，能否扛得住这般威力的天劫。很快，刘思哲有些狼狈地再次跳了起来，浑身法力凝聚于身前，直面最后一道天劫。
劫云各处雷般闪烁，最后的天劫之力凝成了一道雷柱，直接将刘思哲的身影吞没，也将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雷柱中，刘思哲仰天大吼，长发乱飞。灵儿看得又是一阵皱眉。待雷光消散，天地间回响起了悠扬的仙乐，空中出现了仙鹤回翔、仙子起舞、老翁脱逃等异象。一朵灵芝般的祥云拖着刘思哲缓缓飞起，而刘思哲闭着双眼，感受着自己踏入的全新世界，脸上满是陶醉。本次渡劫没有飞升，灵儿轻轻地呼了一口气。师兄，这就是成仙吗？李长寿笑道，这就是成仙修行路上的第一道关卡。灵儿那双明亮的眸子顿时流露出了少许向往，李长寿的心底松了一口气。总算把灵儿的兴趣从叶公好龙式的挂念引到了一点点的修行上。师兄，咱们回去吧。灵儿小声道，我今后会努力修行，尽早面对天劫。李长寿欣慰的一笑，刚要转身，突然扭头看向了一侧，传声道，再等等，还有人要渡劫，多看一场，仔细体悟吧。灵儿轻轻地眨眨眼，渡劫这种事儿还能扎堆来的？果不其然，刘思哲那边的天地异象刚刚消散，正在回味自己渡劫的体会，这边突然又有一名弟子大笑了2声，我的天劫也到了。话音刚落，原本消散的天地灵气再次朝着渡仙门汇聚，说话的那弟子也立刻跃众而出，飞向刘思哲所在的无名山峰。而新晋元仙刘思哲立刻让开场地，对这名弟子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语。轰隆隆，天雷滚滚，天威世界。第2波天劫表演正式开始。这一次的天劫也是7道，算是仙门仙苗的平均水准。灵儿这一次少了一些紧张，饶有兴致的又看了一遍旁人渡劫，见对方顺利通过，心底更是多了几分自信。然而今天的渡仙门弟子似乎是跟天劫杠上，第2人渡完劫，又窜出一人继续引动了天劫。集体渡劫其实也是有据可循的，看到1、2个人成功渡劫，其他已经到了这个门槛的弟子们心底来了自信，觉得这波人能行，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，于是道心稍微震荡，天劫就被直接引动。第3人之后又飞出了2名同期仙苗，小灵峰王琦与他的道侣都灵峰刘燕儿双双渡劫成功，琪琪师弟与燕儿师姐成了一对真仙侣。一时之间，门内众弟子摩拳擦掌，第6个人跳了出来，直面自己的天劫，然后就死掉了。被天劫劈死的这位弟子是破天峰一脉，与李长寿差不多的年岁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渡劫前的积累不足，还是渡劫时出了差错，最后一道雷劫没能撑过，在山上留下了一具破烂的尸身。有点头脑发热的众弟子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，被天劫劈死的这弟子之师却也只能一声长叹，向前为自己的爱徒收拾起尸身，另作安葬。灵娥那张小脸从开心、激动、自信满满，也顿时变得有些发虚了。李长寿悠然道，你平日里浪费多少时间在玩乐上，渡劫时就会有多少风险。师兄，灵娥的小手拉着李长寿的衣角，抿着嘴唇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。约法3章，算了。看灵娥也是受了刺激，李长寿难得的温柔了一次，温声道，天劫只是考验，并非是完全的杀劫。今日渡劫者6人，5人渡劫成仙，
一人命丧天劫，已经是不错的成功率了。只是渡劫始终是自己之事，旁人帮不上太多。你接下来须得安心修行，将自己的道基稳实，如此才可以应对自如。哦，灵娥乖巧地应了一句，又扭头看了眼那被天劫削掉了数十丈高的无名峰，一时之间也是百感交集。要不还是先了却自己的心愿，再面对天劫吧。灵娥轻吟几声，心底默默盘算着自己该如何出手。李长寿带着灵娥与熊灵力飘然回返，待师妹围观了一波天劫，算是小小的插曲，能让师妹多几分对修行的敬畏之心，总归是好事。就是可惜了那一位惨死在天劫下的破天峰师兄了。若是多准备几百年，或许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。接下来这20年应该是渡仙门本期弟子渡劫的高峰期，自己也要安排出去一趟，然后意外渡劫。本体倒是不必直接出去了，安排一个指导人外出就是了。只要回来的时候表露出元仙境初期的境界，也就能够完美的遮掩过去。如果能够拖到自己渡金仙劫时，那就完美了。若真能这般，他出门一趟，门内以为自己是去渡成仙劫，实际上自己请大法师护法，找一个隐蔽之地渡自己的长生劫。回来之后，门内问询，自己就说不小心渡劫渡成功了，那也不算是撒谎嘛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旋即渐渐地收敛笑容，坐在单房前的摇椅上，思索着如何应对西方教的攻势。反攻暂时不具备这个条件，毕竟是自己拆西方教的台在先，现在是对方出手的环节。众所周知，洪荒算计经常是回合制。这一想，又是几日过去了，李长寿的心底大概想出了1、2个应对之法。正当他想开始实践，2波客人前后脚赶来了南海海神庙。最先来的是龙宫的送礼大队，一群仙蛟兵扛着600箱宝物，万众瞩目中从空中落下，将宝箱堆在了安水城主庙中。这是给海神的谢礼，还有一份也被送去了天庭。也正因如此，东木公匆匆赶过来问询海神的意见，龙宫送的礼天庭是收还是不收啊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反问了东木公一句，天庭是缺还是不缺？若缺宝物就收下，培养天兵也不只是功德之力就足够，若是不缺，就表现得大义凛然一些，拒绝掉。他们天庭可是正经的天道直辖洪荒管理机构。木公顿时就明白了，匆匆赶回天庭应对。而当木公离开，李长寿清点完自己所得，计算着自己小琼峰综合防御体系又能取得多少进展时，一道身影自北面驾云而来。黄龙真人。这位老真人身着土黄色道袍，面露愁色，不断的唉声叹气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难事。讲道理，我海神庙什么时候改名成了道门智慧屋啊？怎么遇到难事都要来此地找我一个人叫小弟子倾诉？阐教是没人了吗？李长寿的先是仔细地看了几眼，没有发现赵大爷的身影，心底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虽然赵大爷的妹妹很美，但是赵大爷本身确实是一个不可控因素啊。海神道友，李长寿看着眼前这一位身着淡黄长袍的高瘦老道，2个人碰面寒暄之后，这老道已经是有几次欲言又止，并不断叹气，这感觉倒像是李长寿已经没救了一般。前辈，这是怎么了？李长寿关切地问着。可是因为龙族之事而愁？黄龙真人又叹了一口气，坐在侧旁许久无言。
一时之间，李长寿也是被这位前辈高人搞得是七上八下，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大事。如今道门三教之中，与自己关联最不密切的便是阐教，换而言之，与自己最为陌生的也是阐教。海神道友，李长寿抢先叹了一口气，让黄龙真人顿时卡在一旁。李长寿笑道：前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若有事还请直言便是，若是有什么训示，晚辈在此都听着。不瞒海神道友，今日前来实在是有一言难以启齿。李长寿一阵无语，那就别启齿嘛。但是黄龙真人已经开问：道友可否为我透个底儿？那西方教到底是想将龙族化为己用，还是想让龙族归顺于西方二圣之下？听闻此言，李长寿的心底顿时起了疑惑，是谁对黄龙真人说了什么吗？黄龙真人为何会有如此疑问？将龙族化为己用，指的是让龙族成为文静道人这般干脏活累活，却不得太多好处，关键时刻还要被扔出来背黑锅。而归顺于西方教二圣，那就代表着加入了西方明面势力，享圣人庇护，得圣人机缘。这虽然看似是一件事，实际上是天差地别。这个问题是真的？李长寿心底念头轻转，自知绝不能直接回答，倒不是他心虚，龙族上天这事他做得堂堂正正，胸怀坦荡，促成龙族上天庭，对于龙族来说也只有利好，相当于拉了龙族一把，不然李长寿也不好意思一直拿龙族给的礼物，前后算起来，这都有上千箱的宝财灵物了。黄龙真人此时有此一问，应该已经是听了旁人之言，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。李长寿答什么都不稳妥。念头轻转，李长寿已有对策，他还是喜欢占据主动。李长寿笑道：恕晚辈多嘴，前辈何来此问？